哎，你们看我老公长得胖胖乎乎、憨憨厚厚的，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就他和我家人相处都特别融洽、没有矛盾的错觉？你以为他就不制造家庭纷争吗？你以为他没给他老丈母娘惹哭过吗？今天我跟你讲讲我老公给我妈气哭了的真实故事吧，给我也差点没气过去。因为要真是一个什么原则性的大事吧，闹把矛盾也算值得。就因为一个屁，让丈母娘给撵出去了，你说他有没有毛病啊？首先哈，就我老公末梢神经松弛这个事儿，他随根儿，他家人都不把这事儿当回事儿。我还记着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的时候哈，就是到他家也就第3天、第4天的阵儿吧。有一天晚上一块吃晚饭，我们还都吃着呢，他爸先吃完了。完事我脑袋顶上的灯泡呢就嘶嘶作响，还微颤。我这公公呢就把这灯给关了，完噌家站凳顶上去了。结果他这是金猴一灯，屁散众生，我就听噗哧一下子。哎呀，当时那情景就我还没吃完饭呢。关键是吧，我刚开始根本没注意这灯泡有毛病，我不知道他要来换灯泡了。就当时给我吓得，我寻思这加拿大西海岸放气儿都得走程序呢，先吃饭后关灯，登高1米放春风。完事当时哈我脸都红了，我寻思这老头当着我面出现这事故得多不好意思。结果我公公就哈哈一大笑，说的也劲使大了。然后我就观察这一家人呢都没有啥反应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就他家人都这样，就都不觉得这是个啥难为情的事儿。可以说他家的家风就是随放随孔，景美人松。我当时住他家姓穆赫兰嘛，我觉得我就是住在一片老穆家的祥云里头。所以说吧，就家风导致我老公认为这个事儿他就不是个事儿。但是呢，好在他第一次来铁岭来我家，他发现大伙儿还算挺严肃挺正经的，他就一直没放飞自我。完事呢，他的第一次铁岭之行马上要结束了嘛，就大伙儿对他的整体印象还算还行不错吧。结果在他走的头一天，我妈请大伙儿吃饭来我家给他送行。这家伙我二姨我老姨忙活一下午，准备一大桌菜，但这里头呢就有几个容易引发剧情的豆菜。完大伙儿这酒足饭饱了之后呢，我哥就是我妈大外甥呗，就耍了一下剑。东北话叫耍剑，普通话解释就是为讨欢心，小事完毕吧。我哥呢就很云淡风轻的就一抬臀就补了一下。这时候我小弟呢就二外甥呗，就很怕我哥就独自充当了一把时代的弄潮儿，马上也就一抬臀补加一下。哎呀妈，我这大胖媳妇儿就当时他也是到亮了，哎呀这家伙就来劲儿了，这一看击鼓传花啊，这是他就寻思原来这家人也没有那么严肃，就是啥事爱组团来。他寻思哎呀这壮年男丁都上了，那我能掉链子吗？这家给他激动的啪嚓蹬一踹站起来了，大伙儿就都瞅他，以为他要讲话呢。结果人家一个转身弯下他那3尺8的水蛇腰，咣呀一声，哎呦我的妈！空气脆了，人醉了，我妈的慈祥稀碎了。关键人家放完还转过来了，冲着请客的主人我妈飞了个大眼儿，然后还让我翻译，问妈妈是不是咱家赢了？是不是咱家赢了？当时我妈就气哭了，你知道不？你们可以问我妈，你看我白话没？就我妈气的就她必须得出去，就不能看她。完我二姨夫算是俺家就算最有文化的大明白呗，完还帮我老公就想借口开脱呢。大姐，这外国人吧，肠子短，沟回少，末梢神经管不好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我妈，他放完他还冲我笑呢，他怎么能是不故意的？哪有这么对待丈母娘的呀？完我也气够呛，我就给我老公领出去了。结果他还跟我歪上了，整的我两面受气。哎妈，我老公当时老委屈了，问我那怎么你哥你小弟都行，就到我这就不行呢？我说他们都是家里人，你不是吗？我老公。哎呀妈呀，不吃豆来不回神儿，我就是个过路人，不到屁时不死心，全家就我不算亲。今天我跟你们讨论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啊，就是我想认真的问你们一个问题：我是90年出生，就是我是90后，但是为什么在你们所有人心中，我是一个就是76年间的这么一个产物呢？我也是看着《流星花园》薰衣草长大的这么一代人呢，就是偶尔夹杂点马大帅啥的。那我青春期的时候想撒娇，我也是就是道明寺你这个猪头寺。然后想装深沉的时候，我也是就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啊。我也是看着偶像剧，听着流星雨，暗恋着花泽类长大的一代人呢。为啥别人心中我就是看着红灯记，听着评书长大，然后梦中情人是唐国强老师呢？为什么所有人都管我叫彩玲姐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比他们大很多？为什么我的人设就这么的风尘？我录脱口秀大会的时候，就那些长得很年轻的95后啥的，管我叫彩玲姐行；徐志胜管我叫彩玲姐也行。毕竟人徐志胜的问题，他长得不是苍老，是蹉跎。他那张脸就感觉被什么玩意儿给蹂躏过，就蹂躏了。但是蹂躏他的是啥呢？也说不清，但肯定不是岁月。这都行，这都行。关键是周奇墨见着我管我叫彩玲姐，他好意思吗？他是不是狂徒？你们觉得他比我年轻吗？
最有意思是前2天我回铁岭上浴池搓澡，被认出来了。这个浴池搓澡这个搓姐呢，就是咱也别说人看着岁数大，不能制造容貌焦虑嘛。但反正在浴池唠嗑是，就是人今年刚当老，然后这搓姐还跟俺吐槽呢，说他这小外孙子刚出生，爹妈给起名叫浴池汉轩。孩子姥姥呢就不明白，爹姓董，妈姓赵，孩子姓浴池，他就不懂这跟的是什么风。我说那你有啥不懂的？这外孙子随你姓吗？你看你姥姥叫浴池夏妮，浴池夏妮，外孙子叫浴池汉轩嘛，多好听！浴池夏妮，浴池汉轩的，都属于村子味的嘛。完这东北搓澡，他不搓4面吗？就搓到第3面的时候，他刚要拍我，他就发现他说你挺短的，搓床空半截。哎，你是不是那个抖音上面那个彩玲姐？就浴池夏妮管我叫彩玲姐那一刻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。蹉跎的内心起涟漪，夏妮的姐姐是春妮吗？实话说这个事儿我不是很服，我觉得我脸长得不老，而且咱亚洲人本来皮肤就挺紧致的，你没看着我老公他一家人呢？他们一家人那个皮肤，咱讲话了就不是咱嘴损啊，就一吹那褶子都直起浪，皮想紧肉不让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而且我不也是很注意保养吗？这是我第3次推荐羽西流金瓶了，这次是新升级的流金瓶 2.0 版本，玻色因的浓度从 9% 升级到了 15%。羽西是欧莱雅集团皇室中的一个低调却得宠的公主，这个浓度属于皇室专宠了，用起来感觉肤感更细腻，吸收的也更快。里面有鼠李糖还有红茶酵母，维稳皮肤屏障，所以可以抗衰老。因为我和别的喜剧演员不太一样，我没有觉得自己说段子不好笑，有创作瓶颈啥的。我觉得我自己老逗了，一天给自己笑咯咯的，就那蛤蟆疯了我笑一天。面部表情就比较丰富嘛，它可以改善我因为面部表情过欠长出来的抬头纹和法令纹。因为有青海的雪域虫草可以延缓胶原流失，再加上玻色因本来可以激活胶原生成，所以在胶原蛋白这个领域上接近增加了1倍。你说实话，其实是不是挺嫩？尤其它加了玻色因助推的渗透科技，就省得白涂一层挺老厚，其实一点没渗透。加点助推高科技，以免皮肤不争气。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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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好吃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作为中国姑爷的老外，在中国的时候他是个外国人。然而但是当他和别的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角色交替，把自己的血统屏蔽，恰恰的以中国人的角度给人家讲戏。这不现在一个加拿大人就搁这生拉教人家意大利人咋用筷子吗？我老公就一跟其他老外在一起吧，就开直毛，就给自己就圈到咱这一伙来了，跟人家俩嘚瑟，也不管人家带没带他玩。就有一次就这意大利小伙来我家玩的，然后我说的咱今天晚上吃中餐，我做中餐，我老公就是嘚瑟那样那个。是我现在吃过了中餐以后就是吃别的菜系就觉得挺淡，就挺落寞的。就你们意大利菜反正也算还行吧，但是就是相对来讲有点粗糙。结果人家马蒂也立马给怼回来了，比你加拿大菜强吧？一天不是烤土豆就烀土豆，在这怼土豆的，挺大的地方一天就跟土豆较劲。我说那好汉多大的壮志，不论经历几番跋涉，也走不出少年梦的天涯。你挺大个肚子，不管套上几层裤衩，也装不了俄罗斯的套娃。我说你可别装了，吃过2瓣腊八蒜你就自称东北汉，做过2个屁股墩你就自称东北魂，能不能不嘚瑟？我说我现在需要豆瓣酱我才能做这饭，我老公又能耐上了。对我们中国菜就尤其是东北菜系，这个豆瓣酱是灵魂，就像你们意大利的这个番茄酱汁似的，只不过我们的工艺更纯熟。我说你别叭叭了，你快去吧。然后我老公跟人马蒂，然后我领你去，我领你看看我们中国超市，看看我们中国超市是怎么卖肉的。你看看你们那卖鸡肉的地方就几盒鸡胸肉，几盒鸡腿肉，完事儿了。你看看我们中超就把卖的这个鸡从头到尾放一起拼起来，这鸡能站起来走，不浪费任何一个美味的零件。我说用不用我把豆瓣酱这个词儿给你用短信发过去，省着你到了以后你忘了你自己要买啥了。这家我老公在人家马蒂面前还脸上挂不住了呢，就不乐意了，一拧的不用你发，我这一年了，我豆瓣酱我还说不明白。完他就走了，他俩呢就一边唠嗑一边去的，在这个道上呢一边唠这嗑呢，这个词儿就慢慢就淡化了。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记忆，就是你新学一个词儿，你也不是忘了，只是跟你之前就是粉红的回忆混淆了。我有一次就是初中时候，就是老师讲这个电阻的单位欧米伽，但那之前呢还有英语课，人英语老师让俺就记英语单词，然后我就记混了。第二天物理老师问我电阻单位，我告诉人家museum。我老公这不也是1、2、3、4声他不分吗？就豆瓣酱他就豆瓣酱，然后记着这个豆瓣酱，完事往那走，这个豆瓣酱就窜台了。结果到中超以后，人家问他你要买啥，他告诉人家赵本山。哎呦我的妈！赵本山给人整蒙圈了，问他你要碟啊？你要碟啊？完过挺长时间俩人回来了，带一盒豆瓣酱。我说也挺好，顺利完成任务。然后老公就嘚瑟上了，那我这点豆瓣酱的问题我还解决不了。然后人马蒂也给他戳穿了。
哎，你老公净白话，他到那儿拐的要赵本山，给人家问蒙圈了，问他要碟啊，是我记着的，我记着你让他买这个叫豆瓣酱。